白银狂飙3.5%，黄金也悄悄摸到了4571.4，就差一步就要扣响4590这道半年线大关。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黄金的动能指标冲进了超买区。而今晚，鲍威尔就要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开口。这一波金银的猛攻，到底是趋势真正重启的突破，还是冲到关口前的最后一口气？大家好，欢迎来到点金日记，我是您的贵金属向导小金。今天是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我们一起回顾隔夜刚刚收官的这一场行情，也一起展望今晚这场重头戏。在开始之前，我要郑重提醒你，这档节目里我讲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和复盘，不构成任何投资、交易或理财建议。市场有风险，你的每一个决定都请自己独立判断，盈亏自负。在深入之前，先用30秒给你今天的3个核心要点。第一，昨天美盘收盘，黄金 COMEX 期货收在4571.4，小涨0.57%，白银才是真正的主角，一口气飙升3.46%，收在68.11。第二，最大的推手是市场在鲍威尔今晚讲话之前抢先压住降息，加上白银自己的补涨行情一起点火。第三，接下来最该盯的就是黄金4590这道半年线关口，以及今晚鲍威尔到底偏鹰还是偏鸽。好，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把这几点讲透。先说昨天整体的盘面情绪，如果只看黄金，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天平平无奇，涨了不到1%，收在4571.4。但只要你把白银的走势图叠上去，画面立刻就不一样了。白银单日大涨3.46%，几乎是黄金涨幅的6倍。这种一个慢吞吞，一个直接起飞的分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它告诉我们，昨天进场的资金不是恐慌避险的钱，而是带着风险偏好、追求弹性的钱。换句话说，市场不是在害怕，而是在憧憬今晚鲍威尔能给出一个宽松的信号。这种情绪底色和前几天那种缩手缩脚、上冲就被打回来的谨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甚至可以说，市场是先用真金白银投了一票，把乐观的预期提前写进了价格里。这里也顺便交代一下前一天的伏笔。昨天我在这里跟你说过一句话，收复4500只是第一步，站稳4600才算真反攻。今天黄金没让我们等太久，一路推到4571，就差临门一步去扣响4590那道总闸门。白银更是干脆，直接冲破了67的阻力，稳稳收在68上方。前一步兑现了，但我也要老实说，最硬的那一关，也就是4590到4600这个区域，现在还结结实实的挡在我们面前，一步都还没真正迈过去。我们把镜头拉近，仔细看看黄金这一天是怎么走的。隔夜这根 K 线最低触及过4572附近，最高摸到4580出头，全天在一个不算宽的区间里稳步往上磨，最后收在4571.4，比前一个交易日的4545.3上涨了0.57%。这是一根不激烈但很扎实的阳线，没有大开大合，却每一步都踩在买盘的脚印上。这种走法其实比暴涨更让人踏实，它说明买盘不是一哄而上的投机情绪，而是一层一层耐着性子往上垫，每一次小回落都有人接。从均线结构看，它牢牢站在50日均线4175.58的上方，价格离这条中期生命线还有整整400多点的安全垫，中期多头的地基非常稳，真正的悬念全在头顶那条200日均线，也就是4590.25。可以说，昨天黄金已经把自己顶到了这道大门的门把手上，就差今晚有没有人帮他把门推开。那么，谁在掌控这个盘面？我的判断是，多头目前握着主动权，
但握得有点小心翼翼。你可以把4590想象成一栋楼的天花板。过去这段时间，金价好几次涨到天花板下面，一探头就缩回来。昨天它又一次贴了上去，这一次带着白银帮它一起顶。多头的算盘很清楚，只要今晚鲍威尔递上一把梯子，就想一举顶穿这层天花板。但只要梯子没递过来，头顶这块板子随时可能把冲高的价格重新压回来。今晨亚洲盘黄金现价大约在4579一线，比收盘略高，但这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真正定调的还是4571.4这个收盘价。好，重头戏来了，我们来好好聊聊昨天真正的主角——白银。单日暴涨3.46%，从65.82一口气拉到68.11，一根大阳线直接吞掉了前几天的所有阴跌。你可能会问，同样是贵金属，为什么白银能涨这么猛，黄金却慢半拍？这就要说到白银的天性了。我常跟你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黄金是那位沉稳的大哥，那白银就是他那个脾气火爆的小弟。他们大方向往往一致，但白银的弹性，也就是波动幅度，通常是黄金的2到3倍。原因有2个，一是白银盘子小，资金一进一出，价格就容易大起大落，同样一笔钱砸进去，在白银身上掀起的浪花要大得多。二是白银有一半以上是工业属性，太阳能、电子、电动车都要用它，所以只要市场闻到一点经济不那么坏，甚至要好转的味道，白银往往比黄金反应更激烈。昨天这一跳，正是这种高弹性的集中释放，金融属性和工业属性2股力量刚好同向叠加，白银就像被同时踩下油门，一下子窜了出去。我们再用一个更专业的指标来量一量这次分化，那就是金银比价，也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多少盎司白银。昨天收盘，这个比价大约是67，而就在前一天，它还在69附近，数字变小，意思就是白银在快速追赶黄金。这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偏好回升的信号。当市场敢于拥抱弹性，敢于买入更活泼的白银时，往往代表资金对后市是偏乐观的。不过反过来我也得提醒你，比价这把刀是双刃的，白银涨得快，跌起来也同样不留情。一旦风向变了，它补跌的速度可能比谁都快。那么是什么点燃了这把火？昨天的核心驱动其实不在黄金白银自己身上，而在市场对今晚这场大戏的提前定价。今晚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要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重磅讲话，市场的普遍预期是他可能会为接下来的降息稍微松一松口风。正是这个预期成了昨天贵金属上涨的总发动机。我们把这个传导链条一步一步拆开来看。第一步，市场预期要降息，那么短期利率的想象空间就打开了，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就会承压回落。截至最近，10年期美债收益率大约在 4.71% 附近徘徊，虽然还没大幅下滑，但上行的势头明显被按住了。第二步，黄金和白银是不生息的资产，你把钱放银行有利息，但握着一块金子，它一分利息都不给你。所以当利率，尤其是扣掉通胀后的实际利率往下走时，持有黄金白银的机会成本就变小了，它们的相对吸引力自然就上升。第三步，钱是聪明的，它会提前卡位，与其等鲍威尔真开口，不如现在就先买进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昨天这一幕。这里要特别点一句，白银为什么比黄金更兴奋？降息预期不光是避险逻辑，它同时也是经济不至于硬着陆，甚至要软着陆的逻辑。一旦市场开始相信经济能软着陆，那白银身上那一半的工业属性就被重新点亮了，既能享受降息带来的金融属性红利，又能享受经济回暖带来的工业需求想象。金融和工业2个引擎同时点火，这就是白银昨天能跑赢黄金一大截的深层原因。
至于地缘政治和避险情绪，昨天并不是盘面的主角，从价格结构就能读出来。如果是恐慌避险主导，那通常是黄金一马当先，白银反而落后。因为真正害怕的时候，大家只认最纯粹的避险品种黄金。可昨天恰恰相反，是白银领涨，风险偏好回升。所以地缘这条线，我今天只做一个背景提示，它没有熄火，长期依然是拖住金价的一块地板。但昨天真正扣动扳机的是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不是避险。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就必须认真说说美联储这个真正的核心。为什么鲍威尔一句话能让金银这么紧张？关键就在实际利率这4个字。所谓实际利率，就是名义利率减掉通胀之后，你手里的钱真正能增值的速度。黄金、白银不升息，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那些能升息又几乎没风险的资产，比如美债。当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更久的高位时，美债那份稳稳的利息就特别香，资金就懒得去碰不升息的黄金。可一旦美联储露出要降息的口风，美债的利息吸引力下降，实际利率见顶回落，天平就会重新向黄金、白银倾斜。这也是为什么这2年市场几乎是围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在给黄金定价。所以今晚的看点，说白了就一句话，鲍威尔到底是偏鸽还是偏鹰？如果他明确暗示要降息，承认就业在走弱，那就是给多头递梯子，金价有望顺势顶穿4590。可如果他嘴很硬，强调通胀还没搞定，坚持更高更久的高利率，那这几天抢跑进场的资金就可能瞬间掉头，把价格重新打回4500下方。这就是为什么一场讲话能让整个市场屏住呼吸。聊完基本面，我们从技术面再把黄金看一遍，因为图形会告诉我们更精确的攻防线。上方最关键的阻力就是我反复念叨的4590到4600这个区域，它既是200日均线的所在，也是一个整数心理大关。这一道坎不真正踩过去，并且守住，这一波都只能算强反弹，还谈不上趋势的彻底反转。下方的第一道支撑是4500这个整数关口，它昨天已经从阻力变成了脚下的地板。如果连4500都失守，那就要继续往下看4420乃至4400。再看动能指标 RSI， 昨天黄金的14日 RSI 读数大约是 70.3。 我先用一句话解释这个指标， RSI 是用来衡量涨跌动能强弱的，数值越高说明买的越猛，越接近超买，越低则越接近超卖。一般70以上算超买，30以下算超卖。70.3意味着黄金刚刚一只脚踏进了超买区。这个信号是双面的，一方面它说明多头动能确实很强，趋势很健康，但另一方面它也在提醒我们，短线的涨势已经有点透支，位置不便宜了。这正好呼应了我们开头那个问题，动能这么满，究竟是要一鼓作气冲破天花板，还是冲到关口前气就先喘不上来了？答案很大程度上要看今晚。白银的技术面昨天同样值得单独说透，因为它刚刚完成了一次漂亮的突破，白银一举冲破了67这道前期阻力，稳稳收在68上方，等于把原来的天花板踩成了新的地板。所以现在白银下方第一道支撑，我看在 66.5 到67这个区域，只要回踩不破，这次突破就是有效的。上方的第一道阻力看向70这个整数关，再往上就是那条更高的200日均线 71.32， 那才是白银这一轮真正的大目标。白银的 RSI 昨天大约是 65.6， 处在中性偏强的位置。你注意到没有？同样是大涨，白银的 RSI 才 65.6， 而黄金已经 70.3 了。这个细节很有意思，它说明白银虽然昨天跳得高，但从动能上看，它比黄金还没那么贵，还没那么透支。后续如果贵金属继续走强，白银理论上还有更多向上的余地。当然，硬币的另一面依然成立，
高弹性是把双刃剑，白银冲得越猛，一旦鲍威尔泼冷水，它补跌起来也会越狠，这一点你心里一定要有数。说到这里，我必须给这份乐观踩一脚刹车，讲讲风险。今晚的鲍威尔讲话是一个典型的双向重磅事件，公布的那一瞬间，价格很可能剧烈的上下抽插，先假摔骗多，再拉起来的插针行情并不少见。越是在这种关键关口，越是在 RSI 已经偏高的位置，我们越要保持谨慎，保持冷静，管好自己的仓位，千万别被一根大阳线冲昏了头，追高进场，然后被瞬间的反向波动打个措手不及。记住，风险从来不在你看到的地方，而在你忽略的地方。好，最后我们把所有线索收拢，来聊聊今日关注与后市展望。这里我把它拆成短线和长线两层，讲给你听。先说短线怎么看，近端最大的变量，毫无疑问就是今晚的鲍威尔讲话。关键位我给你画清楚，黄金上方4590到4600是总闸门，收盘能有效站上去，就打开通往新高的空间。下方4500是多头的生命线，一旦带量跌破，就要小心回踩4420、4400。白银这边，上方盯70，再上看71.32，下方守66.5。往上的乐观剧本是鲍威尔递梯子，黄金放量破4590，白银顺势攻70。往下的谨慎剧本是鲍威尔偏鹰，金价调回4500下方，白银高位补跌。给你一个简单的应对思路，在今晚讲话落地，方向真正明朗之前，与其去赌那一根 K 线的方向，不如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等价格用收盘价告诉你它到底站在哪一边，那时候再动手也不迟。再说长线怎么看，把镜头拉到几个月甚至更长的维度，我对贵金属的中长期结构依然是偏乐观的，理由还是那几条老朋友，全球央行还在持续买入黄金，去美元化的趋势在慢慢发酵，美国债务规模高企，再加上一旦真正进入降息周期，实际利率往下走，这些都是拖着金价的长期地基。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短线我偏谨慎，因为位置高，事件多，但长线我偏乐观，因为大方向没变。这两者并不矛盾，短线是战术，长线是战略，你得同时装在脑子里。再帮你把这一周和接下来的日历梳理一遍。眼前最近也最重的，就是今晚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与鲍威尔讲话，这是决定下一波方向的发令枪。今晚这一枪响完，周末的情绪基本也就定调了。再往后看，下周还有市场高度关注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那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标尺。如果它继续降温，就等于给降息又添了一块筹码。再往后，就是9月初的非农就业数据，以及9月中旬的美联储议息会议。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从今晚开始，一连串的重磅事件会一环扣一环，每一个都可能是行情的拐点。所以这段时间，与其猜顶猜底，不如把这张日历贴在眼前，跟着节奏走。那么回到开头那个问题，这一波金银的猛攻，到底是真突破，还是关口前的最后一冲？我的判断是，它现在是一场势均力敌，由今晚鲍威尔亲手裁决的比赛，白银领涨，资金带着风险偏好进场，这是实实在在的强势信号。但黄金卡在4590大关下方 ，RSI 又摸到超买，说明它还差一把最关键的火。所以真突破的确认信号是今晚之后黄金能收盘，有效站上4590，而正尾信号则是鲍威尔意外偏鹰，把金价重新按回4500下方，白银带头补跌。在那之前，我不会替这场比赛提前宣布赢家。一句话送给你，也送给我自己：金银齐飞，别上头。先看4590破不破。那么也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今晚鲍威尔讲完，
金价能不能站上4590？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判断。最后，再次郑重提醒，以上所有分析都只是我个人的复盘和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或交易建议。市场瞬息万变，请你务必独立决策，盈亏自负。任何时候都把风险放在收益前面，保持谨慎。好了，今天的点金日记就到这里。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再点亮那个小铃铛，这样每天清晨的第一手金银解读就不会和你错过。我是小金，我们明天继续点金，明天见。